上期我们分享了变形金刚、钢铁机神 MT-02 出云霄的合体表现，我给出了很高的评价。这期我们接着来看看他们单体的表现相比合体又如何。开合式兽形，我们就从兽形看起。可以看出兽形跟传统合体金刚玩具一样，也是一大带4小的组合。依然请出老演员 SS86 大哥做个对比，只能说大的小的各玩各的。单体成员的兽形表现虽说漆面涂装依然在线，甚至爪子等地方还有颠度点缀，但整体的体型高情商的说法还原 G1 玩具那种纯粹的感觉，低情商说法只能看出大概有那么个意思。兽形的整体可动也都比较简单，都是一些基本的可动，尤其是除了利爪和大鹏，变形结构的原因，其余成员头部没有可动。嘴部除了铁头都可以打开，大鹏会涉及到变形结构。按照说明书指示，合体用到的零件以及所有武器都可以搭载在各个成员身上，只可惜我已经过了那个中二的年纪，如果是30年前，我可能会觉得这真是棒极了，现在我只会觉得这棒极了。变的不是玩具，是我自己。接着我们把各个成员变成人形，整体变形设计非常简单，不需要解说。我其实不反感简单的变形，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，已经非常排斥那些为了复杂而复杂的设计，买回来变一次就常年站柜，再也不会碰第二次，反而简简单单就能完成变形的玩具，让我能够忙里偷闲，随手拿起来把玩一会儿。这大概也是我一直在骂官方，却一直在买官方玩具的原因。5名成员的人形表现跟兽形一样，说是比较糟糕也不为过。变形结构的空洞没有遮挡，合体部件外露，四肢比例失衡，已经谈不上什么美型度了。
尤其是过大的利爪，与其他成员更是格格而且他妈的不入。合体用到的部件以及所有武器依然可以挂载在各个成员身上，比起兽形，人形挂这么多累赘其实还能好看点。各个成员的可动也是中规中矩，除了大鹏外都不能转腰。合体完成。AMT02 的合体表现，满分10分，我给出了9分的高分，但这是单体成员用2分的低分换来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合体后的最终表现而服务，这已经不是牺牲和取舍的问题了，更像是先有的合体形态，然后强行拆分出来了5个单体一样。
前期我和很多朋友交流的时候，有不少人提出，应该直接放弃单体，只做一个更完美的合体形态就可以了。但我觉得不论是孩之宝还是塔卡拉托米，以如今他们的技术力，其实已经完全被我们的国模厂商超越，而不授权第三方厂商做变形结构，就是他们最后的护城河。他们要是拿出一个不可变的玩具，等于要直接跟第三方竞争，要被第三方架起来烤，玩家对官方的所有滤镜都会消失。因此无论如何，他们也得有一个变形玩法，维护最后一丝尊严。我也会经常幻想，如果官方放开变形版权了，我们这些国模厂商做的变形金刚又会是什么样子。扯远了，有机会我们开一期杂谈，专门聊聊这个话题吧，尽量吧。总之，钢铁机神 IMT-02 出云霄单体的表现确实是不好的，是否为出色的合体形态买单，各位自行考虑吧。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